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之前我做了2期关于奥尔滨全线产品的分享视频，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今天我们来讲奥尔滨的使用手法。其实在日文官网上会有乳液的完整使用方法，只是这个视频看起来太过于简约。喂，你的棉片下面都没有乳液，你这是闹哪样啊？还是由我来演示一下更接地气的版本。除了展示官方的手法之外呢，我也会结合自己这些年使用奥尔滨的一些心得。那么话不多说，就从洁面后的第一步基底精华开始吧。按压2下的量，搓揉双手，延展于面部，用按压的方式，再取一下涂抹于重点部位，眼下、鼻翼周围、嘴角周围，余下的量继续延展全脸。动作一定要轻柔，轻轻按压。基底精华的吸收速度是很快的，使用完之后肌肤呈现非常的水润感。进入第二步，软敷，按压3泵的量，稍微挤压一下乳液，将大部分的乳液主要集中在两颊区域，剩下的量鼻头、额头、下巴。接着加紧棉片，不摩擦皮肤，滑动的方式将乳液延展开。做完这个延展的动作，乳液好像面膜平铺在脸上。之后我们开始打圈按摩，从下巴开始揉小圈，延伸到侧面，开始继续螺旋状轻轻揉抹乳液，从眼下带到太阳穴，慢慢的回到另一边继续揉抹。眼睛的部分往上轻轻提拉，带到眉毛，然后到额头，从中间往两边打圈，从额头延伸到鼻梁，往下涂抹，两边也是，鼻翼两边重点向外打圈，可以去除这边的老废角质，延伸到人中、眼口周，再到下巴，滑到耳后处，轻轻打圈，到脖子处，滑到另外一边，一样也是耳后处，轻轻打圈，再滑过来到下巴，抽出来，这样乳液的过程就结束了。可以看到乳液的棉片上面会有很多黄黄的屑屑，这个时候搓热你的双手，按压面部。1号乳液因为水多油少，所以它的肤感非常的清爽，油皮使用起来不会有任何的负担，瞬间就吸收完毕，不会有任何的油腻感。之后是爽肤的步骤，用到2号滋润液，将化妆水均匀的倒在化妆棉上，充分浸透1指宽的容量。这个时候将化妆棉按压于额头，轻轻的按压将水分释出，然后在两颊、下巴，之后夹住棉片，采用按压、轻推、按压、轻推的方式，将里面的水分按压出，均匀的涂抹在你的脸上，而不是用力的擦拭。两边做一样的动作，按压，轻轻移动，轻轻拍打侧轮廓线，可以有去浮肿的作用，但是切记不要拍打颧骨处，可能会造成皮肤敏感。另外一边也是，回到额头可以轻轻擦拭，切记来回拉扯。T 字区也可以轻轻擦拭，拉到耳后，然后另外一边比较厚的化妆棉中间部分变得比较薄，就是它的那个水分都在你的脸上，依旧搓热双手按压。使用大量的化妆水涂抹，可以让你的角质层看起来更加具备透明感。渗透乳呢是一定要搭配化妆棉来使用的，但是化妆水呢，其实根据个人的情况，像我是油皮，所以比较推荐油皮和混合偏油的皮肤依旧采用化妆棉，像刚才这样的方法去涂抹。如果你是混合偏干或者干皮，可以直接倒在掌心按压上脸。第4步活肤，用的是保湿的这款精华液。如果你要使用眼霜或者其他的精华呢，记得用在它之前，因为奥尔滨的精华是具备锁水性的。按压3下的量，在手心延展，轻轻延展，按压。水分充盈就会让角质层看起来非常的饱满，更加具备透明感。
之前我们已经提过，健康水最好的方法呢还是湿敷，所以现在就配合奥尔滨的这个纸膜来演示一下要怎么使用。依旧是用肌理精华先打底，然后我们来使用优活美白的这款渗透乳。我自己有一个比较方便的上脸方法，就是直接按压在我们的手背上，而且看得出来优活的渗透乳它是比清新的要扎实不少。依旧使用化妆棉，只是在手上去延展，再按压第2下、第3下，这样的方法更加利于乳液均匀的平铺在你的脸上。当然，如果你用化妆棉也能够分布的很均匀的话，其实怎么来都可以的。揉抹的过程呢，依旧采用奥尔滨的这个化妆棉，夹紧它。渗透乳的步骤结束之后呢，接下来就开始进入湿敷的部分了。其实我想说，如果你家里是有传统的我们用到的这种压缩型的纸膜的话，那也不用浪费。其实不一定非要用奥尔滨的，只是相对而言，奥尔滨的这个弹性会比较好。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我们打开之后，奥尔滨的这个纸膜呢，它是一个完整的面膜。当然，我们还是按照它折起来的这个纹路，然后我们再去对折，把它折成小小的。因为我要把它放在这个面膜碗里头，然后将足量的健康水倒进去，要完全浸透，这个量不要省。就为什么面膜是12毫升，就是它在贩卖的面膜是12毫升，其实就是因为每一次你正常的敷的量是12毫升。如果健康水你每天都敷的话，也就是1个月的量。现在已经完全浸透，可以进行按压，让它更均匀。然后我们取出这个纸膜，它是有这个眼睛的部分啊，给它接到上面去。如果你是躺着做美容护理的话，当然是敷在眼睛上是会更好的。然后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首先固定好你的额头，然后两边，然后咱们可以用的方法呢，就是把它撕开，把眼周也撕开。想不到了，就是这个纸膜是这么用的。让它的服帖性更好的话，就是要把它撕开，然后紧挨着眼周，轻轻的往旁边崩开，一定要很轻哦，因为它是纸，不然会撕裂了。人中的这个部分呢，往这边贴合，另外一边也做一样的动作，人中的部分盖在另外一个上面，然后再到下巴这个地方，一样的往上提，因为它是水。所以咱们在敷的过程中会不停的滴落，不用管它，先完整的去调整好。用把它撕开的这种方式呢，就可以将这个纸膜完完整整的包裹在整个这个T字区。因为通常的面膜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死角哦，是没有那么贴合的，但是它这个纸膜非常具备弹性，再加上我把它给撕开，进行交错的粘在一起，所以它的这个贴合性就非常的好。健康水里头因为比较多酒精的含量，所以它在敷的过程中是很容易干掉的，尤其是从你的额头开始，一定要准备这样的面膜碗，随时补擦。所以其实敷健康水它算是一个比较奢侈的一个行为，所以奥尔滨的官方美容院的护理呢，其实就是大量的敷这个健康水，慢慢的液体会从额头滴落到下巴这个地方，你就这样可以把这个水再回收到这个容器里头，然后你再倒在额头上，重复做这个动作。正常情况下12毫升的健康水呢，大概也就敷5到8分钟，一定不可以等这个面膜完全干掉，不然的话就会倒吸你皮肤的水分。因为我是坐着录视频的，通常我们做护理的时候呢是平躺着，所以这个往下滴落的问题会好很多。但是现在大家都生活很忙碌，所以基本上应该不太会躺着敷面膜吧。像我一般都是一边敷面膜一边做别的事情的。健康水为什么在夏天会比较受欢迎呢？就是因为夏天的紫外线比较强，外出照射呢会产生炎症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来湿敷，包括偶尔长的一些成人粉刺，也可以通过湿敷的方法来达到改善。我之前提过，它乳白色的外观呢其实是用了一种很厉害的乳化技术，所以它里面是包含水分跟油分的。尽管日常拿它当爽肤水会非常的清爽，但是如果你大量的去湿敷，它会呈现非常油润的状态。之前培训部的老师也做过演示，拿健康水在脸上湿敷长达15分钟，并且在这期间保持它的湿润状态，
最后敷出来的皮肤呢会非常的湿润亮泽。所以如果觉得健康水过分清爽不够保湿的人，也可以尝试这个方法，会明显感受到它滋润度的不同。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觉得这样效果好呢就一直疯狂的去敷，就算作为化妆水面膜呢也不需要每天去使用的。我个人认为它比较适合做一个阶段的密集护理，像平时日常在用的情况下，其实3到5分钟就可以了。你觉得快干了就赶紧把它揭下来，差不多时间到了，我就把这个纸膜揭掉。大家可以看完刚敷完的这个状态，依旧是搓热双手，在按压的这个过程，你就能觉得你脸上是非常滋润的，并不是像我们传统用手这么去涂抹之后的清爽感，它是既清爽，但是却又非常的滋润。我觉得所有奥尔滨的这种护肤手法跟它的这种护肤理念，其实都是为了让你的皮肤看起来非常具备透明感。进入下面的活肤步骤，然后我现在手上有的呢是雅诗的这款美白面霜，但是我今天用的是优活的这个渗透乳。为了配合呢，我就打开一包试用装饰，正好这个面霜的小样，正好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正常大概是这么多的量，在手上延展开，然后按压。与我之前介绍的一样，这款面霜的话还是比较偏油润的，即便是美白的也比较偏油润。因为我刚才已经湿敷过健康水，所以我整个脸上的现在的感觉就是很清爽，但是摸起来它是比较油润的，所以我还是不太喜欢这个面霜。接下来展示雅诗28天这组美白精华它的使用方法，一样也是从基底精华开始，我拿出一张棉片，直接在脸颊延展，手握棉片依旧做延展的工作，持续的搓热双手，按压在两颊。现在是涂完渗透乳的状态，接下来是化妆水，按压推开，搓热你的双手，按压。现在就是涂抹完化妆水的皮肤状态，配合这个28天精华呢，它就是护肤的最后一步了。涂完它之后，你不需要再涂任何的产品。然后我们取出一小瓶，因为这个28天的雅诗美白精华它已经升级了好几代了，基本上每一代我都有用过。之前给我的感觉呢都是非常偏滋润的，但是到了最新的这版，的编号是 MXC。这版的话，它基本上就是清爽很多，油皮干皮都能用，但是依旧是一个比较滋润的精华，1.5毫升，全部需要涂在你的脸上。鉴于它的量还是比较多的，所以我们是先取出一半，慢慢的涂抹，然后等吸收之后再涂抹第二遍。为了给大家演示就是它整个亮肤的过程，我会先只涂一半的脸，是这种看似比较水润感的乳液，现在开始涂抹。一样也是在脸上延展，涂抹的这个过程就能感觉到它其实是蛮水感的，质地非常的柔滑，延展性很好，所以说不会有拉扯的问题。现在已经均匀的平铺在半张脸上，然后搓热双手进行按压。在按压的过程，你就能感觉到它其实是蛮滋润的，持续的搓热跟按压，让它吸收之后，我们再涂抹第二遍。第二遍呢，也可以重点加强在你觉得局部暗沉的地方。在画面中应该能看得出来，明显这边要发光的感觉。所以这个精华虽然是28天，但是仅仅使用一次就能在亮泽感上看出非常明显的效果。而这个美好的七色感呢，也会保持到你第二天。其实就是使用雅诗的渗透乳，第二天也能够看见很明显的这个肤质的改变。通常用到最后的时候呢，还会剩下一点精华在这个小瓶子里面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棉签伸进去，然后把多余的精华把它刮出来，刮出来的量是不是还是挺多的？继续按压上脸。这个密集美白精华呢，官方比较推荐是换季使用一次，也就1年2套，春夏和秋冬各使用一套，主要是帮你对抗换季的这个暗沉问题。因为雅诗的这个美白精华它的量非常多，有可能在涂完之后呢，你的脸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屑屑，正好用这个沾了精华的棉签轻轻的擦掉即可。嫌麻烦不去管它也没关系，因为本来就是晚上在使用的精华，后续也不需要化妆跟出门的，所以没有关系。那么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油性皮肤呢，你也可以选择拿出刚才的这个沾满化妆水的化妆棉，就是你使用过的，因为我们刚才是用按压的方式，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就是有污垢的化妆棉，然后按压在你觉得油分比较过多的区域。一定要记得是按压，不能擦拭。依旧搓热双手，按压，
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得见脸上呈现非常透亮的光泽。28天这个精华呢是回购率非常高的，而且其实我也接触过很多人，他们对化妆品的肤感非常挑剔，甚至于很多高阶化妆品他们依旧也会觉得不好用。说实话，雅思的这款精华呢，它肤感并不是最优秀，但是无论是干皮、混合皮，包括像我这样的油皮，都非常喜欢回购这款产品的原因呢，就是它所呈现的效果很明显。我之前就讲过，日系所有的美白精华其实都是让你的角质层看着非常的透亮感，有光泽感，而不是真正的让你从一个肤色变成另外一个肤色。我觉得美白精华做不到。那么这款28天呢，更是在这个发光的层面做到了极致，所以它也依旧不会让你改变肤色，但是在你原本的基础上让你变得非常的透亮。因为其实肤色是由基因决定的，但是如果你的皮肤充满了光泽跟透明感，依旧也是非常漂亮的质感。以上就是奥尔滨全部手法的内容。其实在演示这些手法的同时呢，我也做了相关单品的一些内容延伸，但是把它们全放在一起呢，显得这期视频的内容过多，且影响手法视频的观感，所以我把它们单独剪出来放到下一期的内容里了。如果你对我的内容感兴趣，就请点赞并继续关注吧。感谢你的收看。